我修炼世上仅有的一本剑谱3年，却从没摸过一次剑。每天不是去挖宗门坏掉的灵草，就是去捡炼废的丹药，但我的剑术却每日剧增，甚至能一剑斩杀筑基修士。因为穿越的我脑海中有一本无望剑录，我给他吞噬了大量废弃丹药灵草，好不容易解锁了第一式剑招，结果却发现自己仍旧无法修仙，只能做个寿元短暂的凡人。就在我想着如何踏上仙途时，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突然传来。这天，一道急促的剑光划破寂剑谷的宁静，内门弟子赵坤踏剑落地，居高临下的瞥着我，语气里的轻蔑几乎要溢出来。叶林，别磨蹭了，你师妹在宗门大比上被人重伤，快去看看吧。苏清渊，我心头一紧，指尖瞬间攥紧了手中的枯灵草。师妹年仅16便突破筑基初期，是青灵宗100年难遇的天骄。此次宗门大比，她本不必参赛，只因我曾无意间提过冠军奖品上品托麦丹，或许能帮我打破无灵根的桎梏，她便瞒着我报了名。按理说以她的天赋，同辈弟子中无人能伤她分毫。是谁伤了她？我的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，周身的空气都仿佛冷了几分。赵坤耸耸肩，语气敷衍：去了就知道了。说罢，他踏剑而起，留下一句嘲讽随风飘来：寂剑谷也真是晦气，就剩你们2个弟子，一个是天骄，一个是连灵根都没有的废物，真是可笑。我全然没心思理会他的嘲讽，转身朝着宗门广场狂奔而去，心底只有一个念头：师妹千万不能有事。宗门广场上人山人海，青灵宗每3年一届的内门大比，历来是全宗焦点，前10名的奖励丰厚无比，而冠军的上品托麦丹，更是让所有筑基以下修士趋之若鹜。我挤过喧闹的人群，目光瞬间锁定了比武台中央。苏清渊浑身是血，趴在冰冷的青石台上，衣裙被撕裂数道口子，露出底下触目惊心的伤口。他紧咬着牙关，死死盯着对面的身影。沈烈，你按下阴手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站在他对面的是沈家长房嫡子沈烈，筑基中期修为，在内门弟子中稳居前列。他手中把玩着一枚泛着幽光的墨色吊坠，嘴角挂着得意的狞笑。天骄又如何？在我沈家秘宝面前，还不是任我拿捏？宗门大比只看结果，谁管你手段如何？看台上，青灵宗掌门林苍兰端坐正中，面无表情的开口，声音传遍整个广场：本届内门大比冠军沈烈，赏上品托麦丹1枚。台下瞬间爆发出阵阵欢呼与议论，有人赞叹沈烈实力强劲，有人惋惜苏清渊惜败，还有人低声议论着沈家那枚神秘的秘宝。而我站在台下，看着师妹奄奄一息的模样，心底的怒火如同火山般喷涌，几乎要吞噬所有理智。沈烈手中那枚墨色吊坠的气息，我再熟悉不过，那是沈家祖传的幽星诀，能暗中释放精神冲击，防不胜防。师妹性子耿直，定然是在正面对决时被他用幽星诀暗算了。他是为了我才落得这般下场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拨开围观的人群，一步步朝着比武台走去。在踏上台阶的那一刻，高声开口：等等，这场比试还没结束。满头大汗的我站在台上，全场瞬间陷入短暂的寂静，随即爆发出震天的哄笑。这不是寂剑谷那个打杂的废物叶林吗？他也敢上台？一个连灵根都没有的凡人，也想挑战筑基中期的沈师兄，简直是自寻死路！你们看他连剑都没有，空手上台，是想靠拳头打架吗？嘲讽声此起彼伏，我充耳不闻，一步步走到苏清渊身边，蹲下身仔细检查他的伤势。万幸，虽看着惨烈，却都是皮外伤，并未伤及到肌。我松了口气，小心翼翼地将他扶到台边，低声安慰：师妹别怕，有我在。苏清渊艰难地抬起头，看到是我，瞳孔骤缩，挣扎着想要起身，声音带着绝望：师兄，你疯了，快下去！他是筑基中期，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我拍了拍他的手，站起身，缓缓转向沈烈，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锋芒：你伤了我师妹，今日我便替她讨回来。看台上的林苍兰皱起眉头，语气中带着几分戏谑与不耐：叶林，这里是内门大比的赛场，不是你一个凡人该胡闹的地方，速速退下，否则按宗门律法处置。我抬眼看向林苍兰，不卑不亢：掌门，宗门规矩明文规定，所有内门弟子皆有参赛资格。我虽无法修炼，但也是寂剑谷在册弟子，为何不能上台比试？沈烈嗤笑一声，抱着胳膊上下打量我，眼神如同看一只蝼蚁。哪里来的废物，也敢在我面前放肆？不想死就滚下去，别耽误本少爷领取奖品。我没有理会他的挑衅，缓缓从怀中摸出一片干枯的灵草叶片，轻轻夹在指尖。这是我每日清理灵谱时特意留存的100年枯灵草叶片，早已被剑路的剑意浸润。你伤我师妹，今日便试试我这招剑式。沈烈先是一愣，随即仰天大笑，笑得前仰后合。剑式？你连剑都没有，也配谈剑式？就凭你手里那片破叶子，简直是笑死人了！台下的笑声愈发放肆，可我脸上没有丝毫笑意，缓缓闭上双眼，脑海中无望剑路第一式断成的运转路线飞速流转，没有灵力，没有真元，只有一种玄之又玄的剑意，引动天地间最纯粹的剑道法则。3年来，吞噬无数废丹、枯灵草积累的力量，在这一刻尽数凝聚于指尖的叶片之上。我猛地睁开双眼，大喝一声：无望第一式断尘！枯叶脱手而出，刹那间天地变色，狂风骤起，没有丝毫灵力波动，没有半点真元震荡，只有一道肉眼几乎无法捕捉的纯粹剑气从枯叶中迸发，带着毁天灭地的锋芒，直逼沈烈。沈烈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，他本能的催动护体灵光，想要闪避，可那道剑气的速度太快，快到他的灵光尚未完全展开，剑气便已穿透护罩，精准的撕碎了他体内的经脉。一声凄厉的惨叫响彻广场，沈烈整个人倒飞出去，重重砸在比武台边缘，口中喷出一大口鲜血，脸色瞬间惨白如纸，浑身抽搐不止，丹田处传来碎裂般的剧
统，他的道基废了，全场死寂，所有人都僵在原地，目瞪口呆。一个凡人一击秒杀了筑基中期的沈炼，苏清渊也愣住了，他呆呆地看着我，嘴唇颤抖着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只有我知道这一剑的代价有多大。以凡人之躯引动天地剑意，对肉身的反噬几乎致命。我的手臂不住颤抖，经脉传来撕裂般的剧痛，喉咙里涌上一股腥甜，几乎要喷薄而出。但我不能倒下，我还要护着师妹。我强撑着站直身体，将涌到嘴边的鲜血硬生生咽了回去。师兄，苏清渊终于反应过来，挣扎着爬到我身边，扶住我的胳膊，声音带着哭腔：“你怎么样？有没有事？我这里有疗伤丹药。”他急忙从怀中掏出一枚银白的丹药，塞进我嘴里，药力化开，一股温热的暖流瞬间蔓延全身，稍稍缓解了经脉的剧痛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朝他挤出一个笑容：“放心，我没事。”台下终于炸开了锅。怎么可能？他明明是个凡人，怎么能一击秒杀筑基修士？一定是那片叶子，那绝对是件绝世法宝，不然一个凡人怎么可能有如此威力？听说祭剑谷的云宗主最擅长炼器，那叶子定然是云宗主留给这小子的保命法宝，太暴殄天物了！这么厉害的法宝，居然给一个无法修炼的凡人！苏清渊满心疑惑，压低声音问我：“师兄，师尊外出游历多年，从未给过你什么法宝，这叶子……”我笑了笑，没有解释。傻瓜，这不是什么法宝，是我3年来日复一日的蛰伏与积累。只是这话我不能轻易说出口，怀璧其罪。无望剑路的秘密一旦泄露，必然会引来杀身之祸。苏清渊眼眶泛红，满脸自责：“师兄，都怪我，若不是我非要去争那拓脉丹，你也不会动用这么贵重的法宝，还受了这么重的伤。”我揉了揉他的脑袋，语气温柔：“跟你没关系，是我自己要出手的。况且拓脉丹对我而言未必有用。可我就是想让师兄也能修仙，想和师兄一起并肩前行。”他的声音越来越小，眼泪终究忍不住掉了下来。我正想安慰他，一声怒喝突然从看台方向传来，震得整个比武台都微微颤抖。叶离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沈烈的爷爷沈家长老沈苍玄，元婴初期修士，从看台上暴怒而起，周身散发出恐怖的威压，如同排山倒海般涌向比武台。我浑身一僵，那种被顶级修士锁定的感觉让我几乎喘不过气。你竟敢用邪门法宝废我沈家弟子道基！沈苍玄怒目圆睁，声音如雷霆炸响，随即转向林苍兰，拱手道：“掌门，沈烈被此子废了根基，此生再无修仙可能。此子心思歹毒，手段阴狠，请掌门依法严惩，为我沈家讨回公道。”林苍兰沉默了片刻，眼神复杂地看着我，我能清晰地看到他眼底的惊讶、忌惮，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贪婪。他定然是在觊觎那片法宝，想弄清楚为何一枚看似普通的枯叶能爆发出如此恐怖的威力。内门大比明文规定，同门切磋点到即止，不可下死手，废人根基。林苍兰缓缓开口，语气淡漠：“叶林，你违规在先，按宗门律法当处以极刑。”苏清渊脸色煞白，死死抓住我的衣袖，急声道：“掌门师伯，求您饶了师兄吧！是沈烈先爱上我的，师兄只是为我报仇，他不是故意的。”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我死定了的时候，慢着！一道清冷的女声从空中传来，打破了僵持的局面。所有人抬头望去，只见一名青衣女子踏空而来，每一步落下，脚下的空气便凝结出晶莹的冰晶，身后的天空甚至撕裂出一道细微的漆黑裂缝。她脚尖轻点比武台，冰霜以她为中心，迅速向四周蔓延。是祭剑谷掌事贺兰冰前辈。贺前辈怎么来了？他不是向来不问宗门俗事，一心闭关修炼吗？贺兰冰，祭剑谷谷主云岚的道侣，元婴中期修为，是清明宗最顶尖的女修之一，性情清冷，实力强悍。她面色冰冷，扫了一眼台上奄奄一息的沈烈，随即看向林苍兰，语气没有丝毫波澜：“我道侣云岚收的弟子，性子是顽劣了些，但事出有因，还请掌门网开一面，饶他一次。”林苍兰的眼神微微闪烁，看着贺兰冰冷若冰霜的脸庞，眼底深处掠过一丝阴暗。她素来忌惮贺兰冰的实力，又碍于云岚的颜面，终究不敢太过放肆。贺师妹，她顿了顿，缓缓说道：“罢了，看在云师弟和你的面子上，暂且免他死罪。”我松了口气，可这口气还没完全吐出来，林苍兰的声音便陡然变得严厉：“但活罪难逃，罚叶林进入残剑渊，禁足反省1月。若敢擅自离开，格杀勿论。”此言一出，全场哗然。残剑渊那可是宗门禁地啊，里面常年有剑气罡风肆虐，就算是筑基修士进去，也未必能活着出来。是啊，残剑渊的剑气罡风能直接撕裂肉身，侵蚀神魂，一个凡人进去，恐怕连一炷香都撑不过。掌门这哪里是禁足反省，分明是想借残剑渊的手除掉这小子。苏清渊猛地抬头，眼中满是惊恐，朝着林苍兰跪了下去：“掌门师伯，求您收回成命！残剑渊太过凶险，师兄他只是个凡人，进去必死无疑啊！”弟子甘愿受罚。我轻轻扶起苏清渊，打断了他的话。苏清渊愣住了，转头看着我，眼中满是不可置信。我朝他微微摇头，用只有2人能听到的声音说道：“放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”旁人畏惧残剑渊，可我却求之不得，因为我早已从剑路的碎片信息中得知，无望剑路第2式的解锁条件正是吞噬足量的剑气罡风，残剑渊便是我解锁第2式提升实力的最佳之地。林苍兰冷哼一声，警告道：“记住，只许待在残剑渊外围，绝不可
可踏入深处半步，否则谁也救不了你。我躬身应下。我早就听闻残剑渊深处藏着大恐怖，哪怕是元婴修士也不敢轻易涉足。林苍兰的警告并非危言耸听，只是眼下我只需在外围吞噬剑气罡风，解锁第2式便足够了。我弯下腰，在苏清渊耳边轻声道：“等我回来，我一定会找到改命之法，陪你一起修仙。”苏清渊咬着嘴唇，眼泪不住的掉，却还是点了点头。贺兰冰看了我一眼，眼神中带着一丝疑惑，他在怀疑我刚才施展的绝非什么法宝之力，否则一个凡人不可能承受住剑意的反噬。但他没有多问，转身踏空离去，只留下一道清冷的背影。我没有多想，此刻满心都是解锁第2式的念头，却不知一场针对我的惊天危机早已在残剑渊深处悄然酝酿。残剑渊位于青冥宗后山最深处，是一道被天地之力劈开的巨大峡谷。从上方俯瞰，黑漆漆的深不见底，仿佛一头蛰伏的巨兽，随时准备吞噬一切进入其中的生命。尚未靠近，便能感受到凛冽的剑气从谷中溢散而出，割得皮肤生疼，连呼吸都变得困难。看守残剑渊入口的长老看了我一眼，眼神中带着几分怜悯，没有多问，抬手打开了入口的禁制。进去吧，好自为之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毅然踏入峡谷。越往深处走，剑气便越浓郁，那些无形的剑气罡风如同锋利的刀刃，无差别地切割着我的肉身。对于没有灵力护体的凡人而言，这无疑是致命的，但对我来说，这些剑气罡风都是解锁剑路的养料。我找了一处相对隐蔽的岩石后面，盘膝坐下，放开脑海中的无望剑路。剑路仿佛嗅到了猎物的猛兽，瞬间变得活跃起来，疯狂地吞噬着周围的剑气罡风。刺痛感从全身传来，一道道细小的伤口在皮肤上绽开，鲜血渗出，又被剑气蒸发。这种撕心裂肺的痛苦，换作常人早已崩溃哀嚎，可我咬着牙死死坚持着，我不能放弃，唯有解锁第2式，才能有足够的实力保护师妹，才能找到改命之法。1天、2天、3天，伤口愈合又撕裂，撕裂又愈合，我的肉身在剑气的反复淬炼下变得愈发坚韧。第7天，我身上的伤势彻底痊愈，肉身强度甚至比之前提升了数倍。第15天，无望剑路第2式的解锁进度已经过半。第20天，剑路突然剧烈震动起来，一股庞大的信息涌入我的脑海，伴随着一股强大的剑意在我体内流转。成了！我猛地睁开双眼，眼中金光迸射。无望剑路第2式裂空，这是一式范围绞杀的群攻剑招，一旦施展，以自身为中心，方圆10丈内会形成万剑领域，无数道剑气如同狂风般席卷而出，将范围内的一切敌人绞杀成粉碎。我心中狂喜，随即沉浸心神，查看剑路第3式的解锁条件。第3式灭灵，需吞噬吸收凶煞魂魄与妖兽精血。魂魄、精血，我皱了皱眉，看来想要解锁第3式，必须外出猎杀妖兽，汲取他们的魂魄与精血。可我如今依旧是凡人之躯，无法御剑飞行，连最基础的自保能力都有限，如何去猎杀妖兽？禁足期即将结束，出去之后必须尽快想办法踏上仙途，否则别说猎杀妖兽，就算是面对沈苍玄的报复，我也难以应对。我站起身，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身体。这20多天，我一直待在残剑渊外围，从未敢深入。可此刻，我不由自主地朝着峡谷深处望去，那里黑漆漆的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却隐约能感受到一股难以名状的恐怖气息，让人不寒而栗。等我踏上仙途，实力足够强，再去一探究竟吧。我喃喃自语，转身朝着入口的方向走去。你想踏上仙途，下辈子吧。一个阴冷刺骨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，带着浓浓的杀意。我的汗毛瞬间竖起，猛地转身，只见沈苍玄站在10丈之外，浑身上下笼罩着一层血红色的灵光，眼中的杀意几乎要溢出来。他竟然没有遮掩容貌，显然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在这里杀我灭口。沈长老，这里是宗门禁地，你在此地杀我，就不怕掌门追究你的责任？我强压下心中的震惊，语气平静地说道，暗中催动剑路，随时准备出手。追究？沈苍玄冷笑一声，语气中满是不屑。你一个无灵根的废物凡人，死在残剑渊，只会被当成不小心被剑气罡风绞杀，谁会在意你的死活？谁又会追究我的责任？话音刚落，他抬起右手，袖口中突然涌出一片黑压压的重云，嗡嗡作响，散发着腐臭的气息，瞬间笼罩了周围的空间。你是御兽修士？我心中一沉，没想到沈苍玄竟然还藏着这样的底牌。绝望了吗？沈苍玄的声音中满是得意。你的剑招最多只能对付一个目标，如今面对我的万毒虫群，我看你还怎么反抗？去，把它给我啃得连骨头都不剩。虫群如乌云般铺天盖地地朝我涌来，每一只虫子都长着锋利的口气，身上带着剧毒，一旦被咬伤，瞬间便会毒发身亡。可就在这时，我却笑了。沈苍玄一愣，眼中满是疑惑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机关算尽，却偏偏选错了对手。我抬起手，指尖凝聚起浓郁的剑意。你的这些臭虫数量虽多，可个体防御极差，正好来试试我的新剑招无望第2式裂空。话音落下，无形的剑气风暴以我为中心猛然爆发，万剑齐鸣，无数道细小的剑气如同狂风般向四面八方席卷而去，每一道剑气都精准地斩向一只毒虫。虫群在剑气的绞杀下发出刺耳的尖笑，一只接一只的被切成碎片，化作黑色的粉末飘散在空气中。沈苍玄脸色大变，急忙掐诀召回剩余的虫群，可已经来不及了，大半虫群都在这一击之下灰飞烟灭。噗！沈苍玄猛地吐出一口鲜血，脸色瞬间惨白如纸。御兽修士与御兽之间有着紧密的神魂联系，御兽大量死亡会直接反噬主人，损伤神魂。可恶！沈苍玄目眦欲裂，眼中的杀意更浓。小子，你找死！我心中清楚，沈苍玄是元婴初期修士，就算受了伤，实力也远在我之上。我的2式剑招根本不足以将他斩杀，眼下只能走为上计。今日暂且饶你一命，下次再见便是你的死期。我故意放狠话，扰乱他的心神，随即毫不犹豫地转身，朝着残剑渊深处狂奔而去。据传，残剑渊深处连元婴修士都不敢轻易涉足，这是我目前唯一的生路。身后传来沈苍玄愤怒的咆哮：叶灵，你跑不掉了！
他，我要将你碎尸万段，挫骨扬灰。他的声音越来越近，我能清晰地感受到那股恐怖的气息正在快速逼近。元婴修士的速度远非我一个凡人能比。就在我快要被追上的时候，周围的剑气罡风突然消失了，不是减弱，是彻底消失，连一丝一毫的气息都没有留下。四周变得一片死寂，没有风声，没有虫鸣，甚至连自己的呼吸声都显得格外清晰。我停下脚步，警惕地打量着四周。这是一片诡异的区域，地面是灰白色的岩石，没有任何植被，没有任何活物，处处透着一股死寂与压抑，仿佛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正在暗中注视着我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我心中充满了疑惑。身后，沈苍玄也停了下来，他站在剑气罡风消失的边界线上，脸色阴晴不定，眼神中带着几分忌惮，不敢轻易踏进来，竟敢闯入残剑渊深处的死地。沈苍玄咬着牙，眼中满是不甘，却终究没有勇气踏入这片区域。好得很，老夫就不信你还能活着从这里出来。说罢，他转身离去，那股恐怖的气息也渐渐消失在远方。我松了口气，后背早已被冷汗浸湿，但随即一股更深的寒意从心底升起。沈苍玄身为元婴修士，都如此忌惮这片区域，说明这里的危险远比我想象的还要可怕。我小心翼翼地朝着深处走去，越往里走，那种压抑感就越强烈，空气中开始出现一种奇怪的波动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缓慢地呼吸，每一次呼吸都让我感到一阵心悸。突然，我的脚步顿住了，前方的半空中漂浮着成百上千个妖兽残魂，形态各异，有的像凶猛的虎豹，有的像巨硕的巨蟒，还有的像展翅的飞禽。但这些残魂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，它们的魂魄中弥漫着一股腐朽的气息，像是被某种力量剥夺了生机，活活老死一般。怎么会有这么多妖兽残魂？我心中震惊不已。对于普通修士而言，没有克制鬼魂的法宝，进入这种地方简直是九死一生。可对我来说，这却是天大的机缘。无望剑路第3式正需要吞噬凶煞魂魄来解锁，我不再犹豫，盘膝坐下，全力催动无望剑路，低喝一声：“给我吞！”剑路瞬间变得疯狂起来，如同闻到血腥味的鲨鱼，疯狂地吞噬着周围的妖兽残魂。那些残魂发出无声的哀嚎，一个接一个的被吸入我的脑海，化作剑路解锁第3式的养料。我能清晰地感受到第3式的进度条正在飞速上涨，心中不由得一阵狂喜。太好了，照这个速度，用不了多久就能彻底解锁第3式了。可就在这时，前方的空间突然出现了一道漆黑的裂隙，像是有人用利刃在虚空中切开了一道口子。裂隙中散发着一种让我极度不适的气息，那是纯粹的死亡气息，是生机被强行剥夺的冰冷感，让人不寒而栗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我本能的想要后退，可一股无形的力量已经从裂隙中涌出，牢牢笼罩了我的身体。下一秒，我惊恐地发现，我的头发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白，皮肤也开始变得干枯，浑身的生机正在被那道裂隙一点点吞噬。不好！我拼命挣扎，想要挣脱那股力量的束缚，可裂隙的吸力越来越强，我根本无法动弹。裂隙中涌出更多的灰白色光团，那些光团漂浮在空中，散发着腐朽的气息，如同鬼魅般朝着我扑来，想要吞噬我的神魂。就在这时，脑海中的无望剑路突然剧烈震动起来，一股强烈的渴望从剑路中传来，他对这些灰白色光团有着极强的兴趣。我心中一横，索性不再抵抗，全力催动剑路去吸收那些灰白色光团。光团被吸入脑海的瞬间，一股庞大的记忆碎片涌入我的意识，那是无数妖兽临死前的绝望，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剥夺了他们的生机，让他们在无尽的痛苦中活活老死在这片区域。我终于明白，这些灰白色光团不是鬼火，也不是残魂，而是那些妖兽被剥夺生机后残留下来的兽元碎片。剑路疯狂地吸收着这些兽元碎片，第3式的进度条瞬间暴涨，几乎快要填满。但与此同时，那道裂隙对我的吸力也变得愈发恐怖。我的头发已经从发根白到了发梢，皮肤干枯得如同老人，脸上甚至出现了细密的皱纹，生机正在快速流逝。该死！再这样下去，我就算解锁了第3式，也会被吸尽生机而死。我咬紧牙关，拼尽全力催动体内仅存的剑意，抵抗着裂隙的吸力，一点点往后退。剑路似乎也察觉到了危险，吸收兽元碎片的速度慢了下来，开始释放出一股力量，帮我抵抗裂隙的吸力。1丈、2丈、3丈，我拼尽全身力气，终于挣脱了裂隙的范围，踉跄着跌坐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浑身脱力。我低头看向自己的双手，那双手已经干枯得如同老树皮，布满了皱纹，触目惊心。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那道裂隙里面到底藏着什么恐怖的东西？我心中满是后怕，看向那道裂隙的眼神充满了忌惮。剑路再次传来一股渴望的情绪，他对裂隙里面的东西依旧充满了执念，但我清楚，以我现在的实力，只要再靠近一步，就会彻底被吸尽生机，死无葬身之地。先离开这里再说。我挣扎着站起身，朝着残剑渊外围走去。1个月的禁足期已经到了，我必须尽快出去，找到恢复生机的方法，还要回去看看师妹，确保她的安全。只是我并不知道，那道裂隙之中不仅藏着致命的危险，还藏着我梦寐以求的成仙机缘。残剑渊出口处，贺兰冰和苏清渊正站在那里，神色焦急地等待着。苏清渊的眼眶通红，显然已经哭了很久。师娘，师兄怎么还没出来？已经1个月了，他会不会……苏清渊的声音带着哽咽，后面的话他实在说不出口。贺兰冰没有回答，只是死死盯着残剑渊的出口，眉头紧锁。他一直在用神识探查残剑渊内部，可深处的区域被一股神秘的力量笼罩，连他的元婴神识都无法穿透，根本无法得知里面的情况。奇怪，残剑渊深处的气息怎么会这么混乱？贺兰冰喃喃自语，心中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。就在这时，掌门林苍兰带着一群长老匆匆赶到，禀报掌门，我等在外围仔细搜寻了一遍，没有发现叶灵的踪迹，恐怕他已经误入残剑渊深处了。一名内门弟子躬身禀报，语气中带着几分惋惜。林苍兰脸色微沉，语气淡漠，区区一个凡人也敢擅自闯入深处死地，死了也是活该。他嘴上这么说，眼底却闪过一丝不甘。他还没有弄清楚那片法宝的秘密，叶灵就这么死了，未免太过可惜。沈苍玄站在长
长老群中面色平静，甚至带着几分假惺惺的惋惜。哎，叶灵虽无灵根，却也是清明宗的弟子，如今误入深处，恐怕连尸骨都找不到了，真是可惜。话音刚落，残剑渊的出口突然亮起一道微弱的光芒，一道人影缓缓从黑暗中走了出来。师兄！苏清渊一眼就认出了那个人影，惊喜的叫出声，快步冲了过去，扑进我的怀里。师兄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我走出残剑渊，面色苍白，浑身虚弱，但精神尚可。至于我花白的头发和干枯的皮肤，我早已用剑路的剑意幻化出一层伪装，遮住了原本的模样。沈苍玄看到我的瞬间，瞳孔猛地一缩，脸上的假惺惺的惋惜瞬间凝固，取而代之的是难以置信。不可能，你明明闯入了深处死地，怎么可能活着出来？我抬眼看向他，语气平淡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嘲讽。沈长老倒是了解我的动向，晚辈能大难不死，多亏了师尊当年留给我的保命法宝，侥幸捡回一条命。林苍兰眼中闪过一丝异色，连忙说道：没想到云师弟的炼气造诣竟如此神异，连残剑渊深处的凶险都能凭借法宝化解。他心中的贪婪更甚，愈发想要得到那件法宝。贺兰冰上下打量着我，眉头皱得更紧，冷哼一声，哼，又是法宝。他的眼神中疑惑更浓，他能察觉到我身上的气息虽然依旧是凡人，但肉身强度却比之前提升了数倍，而且我体内隐约有剑意流转，绝非仅仅依靠法宝就能做到。我心中一紧，知道贺兰冰已经察觉到了不对劲，以后必须更加小心，不能再轻易暴露剑路的秘密。好了，1月禁足之期已到，跟我回祭剑谷吧。贺兰冰冷淡地说了一句，转身率先离去。我扶着依旧在抽泣的苏清渊，跟在贺兰冰身后，心中隐隐有些担忧。贺兰冰心思缜密，实力强大，若是被他发现无望剑路的秘密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回到祭剑谷后，我借口身体虚弱，躲在自己的房间里，一边调理身体，一边翻阅祭剑谷藏书阁的古籍，寻找让凡人踏上仙途恢复生机的方法。几天下来，我还真找到了一些线索。历史上确实有过无灵根却能修仙的人，但那些人都是天生剑胎，能够直接引动天地剑意，借此引气入体。天生剑胎，我喃喃自语，若是我能将一把能吸收灵气的仙剑植入体内，能否重塑剑胎，引气入体？可这个想法很快就被我否定了。从古至今，从未有过将仙剑植入体内的记载，此举风险极大，稍有不慎就会被仙剑的力量反噬，魂飞魄散。还是再想想其他办法吧。我揉了揉发胀的脑袋，心中有些烦躁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师妹清脆的声音：“师兄，你让我打听的事情有结果了。”我打开门，苏清渊兴奋地跑了进来，说道：“师兄，我听外门的弟子说，沈苍玄已经离开清明宗，外出游历了。听说要去很远的地方，一时半会儿不会回来。”外出游历？我皱了皱眉，心中充满了疑惑。沈苍玄恨我入骨，一心想要杀我报仇，怎么可能轻易离开清明宗？这会不会是他的计谋，故意引我放松警惕，好趁机对我下手？此事不可大意，再观察一段时间，确认他真的离开了再说。我对苏清渊说道。苏清渊点了点头，好，师兄，我会继续打听的。1个月后，经过多方确认，沈苍玄确实离开了清明宗，而且没有留下任何后手，看样子是真的外出游历了。不管这是不是沈苍玄的陷阱，我都不能再等了。眼下最要紧的是尽快解锁无望剑路第3式，提升自己的实力。只有实力足够强，才能应对一切未知的危险，才能保护师妹，才能找到改命之法。再去一趟残剑渊，只在外围吞噬妖兽残魂，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。我心中打定主意，趁着夜色悄悄离开了祭剑谷，朝着残剑渊的方向走去。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个看似稳妥的决定，竟然让我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，也彻底卷入了一场跨越100年的阴谋之中。残剑渊外围，我找了一处隐蔽的地方，盘膝坐下，全力催动无望剑路，开始吞噬周围的妖兽残魂。第3式的进度条已经到了9成，只差最后一点就能彻底解锁。快了，再坚持一下就能解锁第3式了。我心中默念，更加专注地催动剑路。就在这时，远处突然传来震天的喊杀声，伴随着修士的惨叫和法器的碰撞声，打破了残剑渊的宁静。我猛地睁开眼，站起身，朝着清明宗的方向望去，只见清明宗的上空黑云翻滚，无数道黑色的盾光从4面8方涌来，将整个清明宗团团包围。那是噬魂教的标志。我心中一沉，瞬间认出了那些黑色盾光上的印记。噬魂教，清明宗的死对头，一个以炼化魂魄、残害修士来提升修为的邪道宗门。两宗之间虽然常年摩擦不断，但噬魂教从未如此大举进攻过，甚至攻破了清明宗的护宗大阵。要知道，清明宗的护宗大阵，就算是元婴后期修士也难以轻易攻破。噬魂教这次显然是有备而来。师妹还在祭剑谷，她有危险。我心中一紧，不再犹豫，转身朝着清明宗的方向拼命狂奔而去。残剑渊入口处，我看到贺兰冰和林苍兰正悬浮在半空中，与一个浑身笼罩在黑袍中的男人对峙。那个黑袍男人身上的气息恐怖至极，远超元婴中期，竟然是元婴后期巅峰的修为。叶九幽，林苍兰脸色铁青，声音中带着几分忌惮：“你噬魂教此举是要与我清明宗不死不休吗？”黑袍男人正是噬魂教教主叶九幽，他发出刺耳的狞笑，声音传遍整个清明宗。林苍兰，今日之后，清明宗便会从这世上消失，你还有心思关心这些？贺兰冰冷冷开口，语气中带着一丝杀意：“叶九幽，你以为凭借你一己之力就能踏平清明宗？护宗大阵虽破，但我清明宗还有底牌，你未必能得逞。”叶九幽眼中闪过一丝忌惮，但随即又冷笑起来：“你说的是残剑渊深处那把绝世仙剑吧？本座早就防备着你们这一手，今日亲自前来，就是为了堵住残剑渊入口，不让你们动用仙剑之力。等我噬魂教的噬魂大阵彻底开启，你们所有人都会成为我提升修为的养料。”躲在巨石后面的我闻言心中一震，残剑渊深处那道裂隙里面藏着的是绝世仙剑。师妹还在祭剑谷，不能再耽误了。我没有继续听下去，转身朝着祭剑谷的方向飞速跑去。此时的清明宗已经变成了一片修罗场。
场，噬魂教的弟子如蝗虫过境般在宗门内肆意屠杀，到处都是鲜血和残肢，修士的惨叫声、法器的碰撞声不绝于耳。我避开几波噬魂教的弟子，拼尽全力，终于赶到了祭剑谷。祭剑谷大殿外，苏清渊被一群噬魂教的弟子团团围住，浑身是伤，嘴角流着鲜血，却依旧死死抵抗着，眼中满是倔强。而在那群噬魂教弟子的身后，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——沈苍玄。他根本没有外出游历，而是假装离开，暗中勾结噬魂教，想要趁机除掉我，同时瓜分清明宗的宝物。苏清渊识相点就说出叶林那小子的下落。沈苍玄阴冷地说道，语气中带着几分不耐烦：“只要你说出来，我可以给你个痛快，否则别怪我手下无情。”苏清渊被两个噬魂教弟子按在地上，却依旧咬牙不屈，啐了一口：“嘿，沈苍玄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叛徒，勾结邪道，残害同门，我就算是死也绝不会出卖师兄。”一个噬魂教的小头目舔了舔嘴唇，眼神贪婪地看着苏清渊：“沈长老，这小丫头性子倒是刚烈，不如交给在下好好调教调教，说不定她就愿意开口了。”沈苍玄不置可否，摆了摆手，尽快逼问出叶林的下落，别耽误了教主的大事。那小头目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，走到苏清渊面前，伸手捏住他的下巴，语气猥琐：“小美人，识相点，说出叶林的下落，我就饶你不死，否则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”我不说。苏清渊闭上双眼，眼泪从眼角滑落，喃喃道：“师兄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出卖你，下辈子我还要做你的师妹，陪在你身边。”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凌厉的剑气突然划破长空，直逼那个小头目。小心！沈苍玄脸色大变，急忙抬手拍出一掌，将那个小头目推开，但已经晚了。那道剑气精准地斩在小头目身上，他的身体瞬间从中间裂开，鲜血喷涌而出，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，就倒在地上，没了气息。苏清渊睁开眼，看到我的瞬间，眼泪汹涌而出，声音带着无尽的委屈和惊喜。我快步走到他身边，扶起他，仔细检查了一下他的伤势，还好都是皮外伤，没有伤及到肌。师兄，你快走，这里全都是噬魂教的人，还有沈苍玄这个叛徒，你打不过他们的。苏清渊拼命推我，眼中满是焦急。我摇了摇头。沈苍玄阴冷的声音再次响起：“走，叶林，你以为你还能走得掉吗？老夫在这里布下天罗地网，等的就是你自投罗网。今日我就要拿你的项上人头为我孙儿报仇，还要夺取你身上的法宝。”说罢，他大手一挥，数十个噬魂教弟子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，将我们团团包围，每个人身上都散发着浓郁的邪气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体内的剑意瞬间爆发，第三式已经在刚才狂奔的途中彻底解锁了。无望第三式灭灵，这一式专斩神魂，元婴之下，触之必死。无形的剑意从我体内爆发而出，化作一道道看不见的利刃，朝着周围的噬魂教弟子疯狂斩去。惨叫声此起彼伏，一个个噬魂教弟子捂着脑袋倒在地上，他们的神魂在灭灵剑意的攻击下被彻底斩灭，连转世的机会都没有。沈苍玄脸色大变，急忙从怀中掏出一张金色的符箓，毫不犹豫地拍在自己身上，金色的灵光瞬间笼罩了他的全身，形成一道坚固的护罩。哼，老夫早有防备。沈苍玄冷笑一声，掌心金光暴涨，那道金色护罩愈发凝实，上面流转着古朴的符文，这是沈家祖传的镇神符，专克你这种阴邪剑招。你的灭灵剑意伤不了老夫分毫。我看着那道金光护罩，眼底没有丝毫慌乱。第三式灭灵虽专斩神魂，但经过残剑渊兽元碎片的滋养，剑意早已远超最初的威力。沈苍玄手中的镇神符未必能护他周全，是吗？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体内剑意再度攀升，周身的空气都被剑意扭曲。那就试试我的灭灵剑意能不能破了你这所谓的镇神符。话音落下，我双手结印，脑海中的无望剑路飞速运转，无数道无形剑意汇聚于指尖，化作一柄凝聚了万千凶煞魂魄的无形剑意。这一次我没有留手，将体内90%的剑意尽数灌注其中。灭灵斩魂，一声低喝，无形剑影带着毁天灭地的锋芒直逼沈苍玄的护罩。剑影所过之处，空气被撕裂，发出刺耳的尖啸，连周围的邪气都被剑意绞杀殆尽。砰！剑影狠狠撞在金色护罩上，剧烈的爆炸声震得整个祭剑谷都微微颤抖。金色护罩上的符文瞬间暗淡下去，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裂痕，如同即将破碎的琉璃。沈苍玄脸色骤变，猛地喷出一口鲜血，身形踉跄着后退数步，眼中满是难以置信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镇神符乃是上古宝物，怎么会被你的剑意破掉？上古宝物又如何？我一步步朝着他走去，周身剑意凛然，在我无望剑意面前，任何防御都是徒劳。你勾结邪道，残害同门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苏清渊靠在一旁的石柱上，看着我的背影，眼中满是震惊与崇拜。他从未想过，自己一直守护的师兄，竟然拥有如此恐怖的力量。沈苍玄看着步步逼近的我，眼中闪过一丝恐惧，随即变得疯狂。你以为你赢定了吗？叶林，就算我死也要拉你垫背。说罢，他猛地咬破舌尖，喷出一大口精血，双手快速掐诀，周身的邪气瞬间暴涨，与他体内的灵力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一道漆黑的光柱，直逼我而来。这光柱之中蕴含着浓郁的死气，显然是同归于尽的招式。师兄，小心！苏清渊惊呼出声，想要冲过来，却被我用剑意拦住。放心，我没事。我转头朝他露出一个安心的笑容，随即转头看向那道漆黑光柱，眼神变得凝重起来。这一击威力极强，若是硬接，就算我肉身坚韧，也会身受重伤。关键时刻，我脑海中的无望剑路再次震动起来，一股新的信息涌入我的意识，那是第三式灭灵的进阶用法，可借助凶煞魂魄的力量凝聚出剑域，将敌人的攻击尽数反弹。来得正好，我心中狂喜，急忙催动剑意，将周围残存的妖兽残魂与噬魂教弟子的残魂尽数吸入体内，凝聚成一道圆形的剑域，将我和苏清渊护在其中。砰！漆黑光柱狠狠撞在剑域上，剑域剧烈震动，无数道剑意从剑域上迸发而出，将光柱的力量一点点
反弹回去。沈苍玄脸上的疯狂瞬间凝固，取而代之的是极致的恐惧。不，凄厉的惨叫响彻击剑谷。那道漆黑光柱被剑域反弹，狠狠砸在沈苍玄身上，他的身体瞬间被光柱吞噬，连神魂都被绞杀殆尽，只留下一缕黑烟消散在空气中。解决掉沈苍玄，我浑身一软，踉跄着跌坐在地上，喉咙里涌上一股腥甜，喷出一大口鲜血。刚才那一击几乎耗尽了我体内所有的剑意，肉身也受到了不小的反噬。苏清渊急忙跑过来，扶住我的胳膊，眼中满是担忧：“你怎么样？是不是很疼？我这里还有最后一枚疗伤丹药，你快吃了。”他颤抖着从怀中掏出一枚暗红色的丹药，塞进我嘴里。丹药入口即化，一股温热的暖流瞬间蔓延全身，经脉的灼痛感稍稍缓解，可体内空虚的剑意却依旧难以支撑，眼前阵阵发黑。就在这时，脑海中的无望剑路突然剧烈震颤，残剑渊深处那道漆黑裂隙的气息，竟隔着千里之遥与剑路产生了强烈的共鸣。师兄，你撑住，我带你回房间疗伤。苏清渊搀扶着我，声音哽咽，可他的力气终究有限，刚走2步便被几道黑影拦住了去路。剩余的噬魂教弟子竟还没死心，眼中闪烁着贪婪的光芒，显然是盯上了我身上的法宝。区区残兵败将也敢拦路？我强撑着站起身，指尖凝聚起仅存的微弱剑意，可刚要催动，胸口便传来一阵剧痛，又喷出一口鲜血。苏清渊挡在我身前，握紧腰间的短剑，眼神坚定，谁也别想伤害我师兄。就在这危急时刻，一道清冷的冰蓝色剑光划破长空，瞬间将那几名噬魂教弟子冻成冰雕，随即碎裂成齑粉。贺兰冰踏空而来，衣袂翻飞，周身的冰霜气息比之前愈发凛冽。他扫了我一眼，眉头紧锁，剑意耗尽，肉身受损，你倒是敢拼命！不等我开口，他抬手一挥，一道冰蓝色的灵力注入我体内，瞬间抚平了我经脉的剧痛，体内空虚的剑意也得到了些许补充。多谢师娘，我躬身道谢。贺兰冰没有回答，目光望向清明宗上空，语气凝重。叶九幽的噬魂大阵即将成型，林苍兰已经撑不住了，再不想办法，整个清明宗都会被噬魂教炼化。他顿了顿，转头看向我，眼神复杂。你体内的剑意并非法宝所致，而是源自某种绝世剑谱，对不对？我心中一紧，知道再也瞒不住，索性点了点头。徒儿脑海中确实有一本无望剑录，只是此事事关重大，未能提前告知师娘。无望剑录，贺兰冰喃喃自语，眼中闪过一丝震惊，竟是传说中上古剑神的传承剑谱。难怪你以凡人之躯能引动天地剑意。他深吸一口气，语气变得郑重。叶灵，如今清明宗危在旦夕，唯有残剑渊深处的绝世仙剑能破叶九幽的噬魂大阵，可那仙剑被神秘力量封印，唯有无望剑意才能解开封印。我心中一震，原来剑路与仙剑之间竟有如此渊源，难怪剑路会对裂隙中的气息产生共鸣，难怪我能在残剑渊深处存活。这一切或许都是命运的安排。师娘放心，徒儿愿前往残剑渊取出仙剑，破了噬魂大阵。不行！苏清渊急忙拉住我的手，眼中满是担忧。师妹，我别无选择。我揉了揉她的脑袋，语气温柔却坚定。清明宗是我们的家，你和师娘都在这里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大家被噬魂教残害。况且只有取出仙剑，我才能重塑反骨，真正踏上仙途，才能永远保护你。贺兰冰点了点头，从怀中掏出一枚青色玉佩，递给我。这是云岚师尊留下的护心玉，能抵挡元婴后期修士的3次全力攻击。你带着它，可保你在残剑渊深处多一份保障。另外，这是祭剑谷的传功玉简，里面有引气入体的法门，或许能帮你在取剑途中暂时摆脱凡人之躯的桎梏。我接过玉佩和玉简，心中满是感激。师娘、师妹就拜托你多照看了。说完，我不再犹豫，转身朝着残剑渊的方向狂奔而去。体内的护心玉散发着淡淡的暖意，无望剑路依旧在与残剑渊深处的仙剑共鸣，指引着我前进的方向。我径直踏入了残剑渊深处那片诡异的死寂区域，没有剑气罡风，没有妖兽残魂，只有无边的黑暗和压抑的气息。脚下的灰白色岩石散发着古老而神秘的光泽，越往深处走，仙剑的气息就越浓郁。那道漆黑的裂隙也渐渐出现在我的眼前，裂隙比我上次见到时更加宽阔，里面涌动着漆黑的雾气，死亡气息扑面而来，让人不寒而栗。可这一次，无望剑路在脑海中剧烈震动，一股温暖的剑意从剑路中涌出，护住了我的周身，隔绝了那些致命的死亡气息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毅然踏入裂隙之中。裂隙内部竟是一片无边无际的虚空，虚空中漂浮着无数破碎的剑影，每一道剑影都散发着凌厉的剑意，那是上古时期战死修士的佩剑残魂。而在虚空的正中央，一柄通体银白、刻满古老符文的仙剑正悬浮在那里，剑身上缠绕着漆黑的锁链，正是封印仙剑的力量。就是它！我心中狂喜，快步朝着仙剑走去。可就在这时，一道漆黑的身影突然从虚空中浮现，周身散发着与裂隙同源的死亡气息，脸上覆盖着一张狰狞的面具，看不清容貌。闯入者，死！那道身影发出沙哑刺耳的声音，抬手一挥，无数道漆黑的锁链从虚空中涌出，直逼我而来。锁链上布满了尖刺，散发着腐臭的气息，一旦被缠绕，恐怕会瞬间被吸尽生机。你是谁？为何在这里？我握紧手中的护心玉，体内剑意再度爆发，虽然尚未完全恢复，但有剑路加持，依旧有着不容小觑的威力。我是仙剑守护者，凡觊觎仙剑者，死！那道身影冷笑一声，锁链瞬间缠上我的四肢，尖刺刺入皮肤，一股刺骨的寒意顺着锁链蔓延全身，生机正在快速流逝。就在这时，脑海中的无望剑路突然飞出，悬浮在我头顶，散发着耀眼的金光。剑路快速翻动，无数道剑意从剑路中涌出，化作一柄巨大的剑影，朝着那些漆黑的锁链斩去。咔嚓咔嚓，几声脆响，锁链瞬间被剑意斩断，化作黑色的粉末飘散在虚空中。守护者脸色大变，面具下的眼神满是难以置信。无望剑意，你竟然是上古剑神的传人！他语气中的杀意渐渐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丝敬畏。难怪你能闯入这里，难怪剑路会与仙剑共鸣。前辈误会了，晚辈并非剑神传人，只是
是偶然得到无望剑路而已。我拱手说道：如今噬魂教大举入侵青冥宗，叶九幽的噬魂大阵即将成型，唯有这柄仙剑能破此大阵，还请前辈出手相助，解开仙剑的封印。守护者沉默了片刻，缓缓说道：仙剑封印乃是上古时期剑神所设，目的是防止仙剑落入恶人之手。如今噬魂教为祸苍生，你若能以无望剑意起誓，此生必以守护苍生为己任，不滥用仙剑之力，我便帮你解开封印。晚辈起誓，此生必守正道，护苍生安宁。若违此事，必遭剑意反噬，魂飞魄散。我郑重起誓。体内的无望剑意与虚空中的仙剑产生了更强的共鸣，仙剑身上的符文开始闪烁起耀眼的光芒。守护者点了点头，抬手一挥，周身散发出古老的气息，口中默念着晦涩的咒语。那些缠绕在仙剑上的漆黑锁链开始一点点松动断裂，仙剑的光芒越来越盛，一股毁天灭地的力量从仙剑中迸发而出，席卷了整个虚空。封印已解，仙剑归你。守护者的身影渐渐变得透明，此剑名唤无望，与你的剑谱同源，唯有你能发挥出它的真正威力。记住你的誓言，莫要辜负剑神的期望，莫要辜负这柄仙剑。说完，守护者的身影彻底消散在虚空中，只留下一道微弱的剑意融入了我的体内。我伸出手握住无望仙剑的剑柄，一股温热的力量瞬间从剑柄涌入体内，与我体内的无望剑意交织在一起，经脉的剧痛彻底消失，空虚的剑意也瞬间充盈，甚至比之前更加浓郁。更让我惊喜的是，仙剑的力量正在重塑我的肉身，原本无灵根的反骨正在被剑骨取代，天地间的灵气如同潮水般涌入我的体内，我竟然在这一刻直接引气入体，突破到了炼气初期，终于踏上仙途了。我心中狂喜，握紧无望仙剑，剑身发出清脆的剑鸣，仿佛在为我庆贺。此刻的我不再是那个寿元短暂的凡人，而是拥有无望剑谱，手持无望仙剑的修士，拥有了保护一切的力量。我不再犹豫，手持无望仙剑，转身朝着裂隙外飞去。仙剑带我穿梭在残剑渊中，速度快如闪电。那些曾经让我痛苦不堪的剑气罡风，此刻在仙剑的光芒下纷纷避让，根本无法靠近我的周身。当我飞出残剑渊时，青冥宗的上空，噬魂大阵已经成型。漆黑的云层中，无数道冤魂在哀嚎。叶九幽悬浮在大阵中央，浑身散发着恐怖的气息。林苍兰浑身是伤，瘫倒在半空中。贺兰冰也气息紊乱，显然已经支撑不了多久。苏清渊被一群噬魂教弟子围困，早已精疲力尽，却依旧死死抵抗。清渊，师娘！我大喝一声，手持无望仙剑踏空而来，仙剑的光芒照亮了整个青冥宗，驱散了漫天的漆黑云层。叶九幽看到我手中的无望仙剑，瞳孔骤缩，眼中满是贪婪与忌惮。无望仙剑，你竟然真的取出了仙剑！叶九幽，今日我便用无望仙剑替天行道，灭了你的噬魂教！我语气冰冷，体内的无望剑意与仙剑的力量彻底融合，周身散发出的气息远超在场的所有修士。狂妄！叶九幽怒喝一声，挥手催动噬魂大阵，无数道冤魂从大阵中涌出，化作一道漆黑的巨手，直逼我而来。巨手所过之处，空气被腐蚀，灵气被吞噬，恐怖至极。无望剑意，剑破苍穹！我大喝一声，手持无望仙剑，纵身跃起，剑身划出一道耀眼的白光，一道凝聚了天地剑意的剑气从仙剑中迸发而出，直逼那道漆黑巨手。砰！剑气与巨手狠狠相撞，剧烈的爆炸声震得整个青冥宗都摇摇欲坠。漆黑的巨手瞬间被剑气撕裂，那些冤魂也在剑意的净化下化作金色的光点，消散在空气中。噬魂大阵剧烈震动，云层中的漆黑气息也消散了不少。叶九幽脸色大变，猛地喷出一口鲜血，显然是被剑气反噬。不可能，你不过是个刚引气入体的修士，怎么可能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？因为我手中的是无望仙剑，体内的是无望剑意，邪不压正，你今日必死无疑。我一步步朝着叶九幽飞去，仙剑的光芒越来越盛，周身的剑意也越来越浓郁。无望剑路第4式，剑定乾坤。这一式是我解锁仙剑后剑路自动浮现的新招式，汇聚了无望剑意与仙剑的全部力量，可引天地之力斩世间邪祟。随着我的低喝，无望仙剑高高举起，天地间的灵气疯狂汇聚，化作无数道细小的剑影，围绕在我周身，形成一个巨大的剑域。不，我不甘心！叶九幽眼中满是绝望，他拼命催动体内的邪气，想要加固噬魂大阵，可在无望剑意的压制下，邪气根本无法凝聚，噬魂大阵也开始一点点破碎。剑落！我大喝一声，手持无望仙剑，朝着叶九幽狠狠斩下，无数道剑影紧随其后，如同万剑归宗，直逼叶九幽。叶九幽根本无法抵挡，被剑影穿透身体，体内的邪气瞬间被剑意净化，神魂也被彻底斩灭，连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。叶九幽一死，噬魂大阵彻底破碎，剩余的噬魂教弟子失去了大阵的加持，又被无望剑意的威压震慑，纷纷跪地投降。青冥宗的危机终于解除，我落在地面上，仙剑自动飞回我的手中，化作一道白光融入我的体内，与无望剑路融为一体。我走到苏清渊身边，轻轻擦去他脸上的血迹，语气温柔：“师妹，我回来了，以后再也不会让你受委屈了。”苏清渊扑进我的怀里，眼泪汹涌而出，声音带着无尽的喜悦：“师兄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平安回来的，你终于能修仙了。”贺兰冰和林苍兰也走了过来，林苍兰看着我，眼中满是愧疚与敬畏：“叶灵，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多有得罪，还请你见谅。从今往后，你便是青冥宗的核心弟子，我会倾尽宗门之力助你修炼。”我摇了摇头，淡淡说道：“掌门言重了，我只是做了我
我该做的事情。清明宗是我的家，守护宗门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。贺兰冰看着我，眼中满是欣慰。云岚若是知道他收的弟子不仅得到了无望剑谱，还唤醒了无望仙剑，一定会很欣慰。叶灵，你的路还很长，无望剑神的传承并非只有剑谱和仙剑，后续还有更多的机缘和挑战在等着你。我点了点头，抬头望向远方的天空。而我没有想到，叶九幽的死并没有彻底终结这场阴谋。噬魂教的残余势力正在暗中勾结更恐怖的邪道力量，残剑渊深处的裂隙也在缓缓扩大，一股比叶九幽更恐怖的黑暗力量正在悄然苏醒。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朝着修仙界缓缓袭来。清明宗的危机解除后，我并未沉溺于胜利的喜悦。贺兰冰的话始终在我耳边回响，无望剑神的传承远不止于此，而那裂隙后的黑暗力量更是悬在修仙界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我将无望仙剑融入体内，以剑骨为基，剑意为引，日夜苦修无望剑路。苏清渊始终伴我左右，我们一同打磨剑招，一同吸纳灵气。他的天赋本就出众，再加上我以无望剑意帮他梳理经脉，他的修为一日千里，很快便突破至元婴初期，成为清明宗最年轻的元婴修士。林苍兰果然兑现承诺，倾尽宗门之力助我修炼。可我心中清楚，清明宗的底蕴终究不足以支撑我探寻无望剑神的全部传承，更不足以对抗那即将苏醒的黑暗力量。3年时间，我凭借无望剑谱与仙剑之力，一路突破至化神初期，体内剑骨愈发凝实，剑意也已臻至心剑合一之境，抬手间便可引天地剑鸣，挥手便能斩碎山岳。这一日，残剑渊方向突然传来惊天动地的轰鸣，整个清明宗都剧烈震颤，一股比叶九幽强横数倍的黑暗气息席卷而来，天空瞬间被染成墨色，无数冤魂哀嚎着从裂隙中涌出，所过之处生灵涂炭，灵气被瞬间吞噬，连山川草木都化作枯槁。不好，黑暗力量彻底苏醒了！贺兰冰周身冰霜剑意暴涨，瞬间凝聚出一道巨大的冰墙，挡住了冤魂的冲击。可那黑暗气息太过恐怖，冰墙仅仅坚持了片刻，便布满裂痕。叶灵，那是噬魂教的老巢，万魂窟的窟主墨渊，他是活了上千年的渡劫期邪修，当年被无望剑神封印在裂隙之后，如今封印松动，他终究还是出来了。我抬头望去，只见残剑渊上空一道漆黑的身影踏空而立，周身缠绕着亿万冤魂，气息恐怖到让人窒息。正是墨渊，他俯视着整个清明宗，发出桀桀怪笑，声音穿透云霄：无望剑神已死，这天下该由本座主宰，今日便让整个修仙界都化作本座的养料。话音未落，他抬手一挥，亿万冤魂化作一道漆黑的洪流，直逼清明宗而来。洪流所过之处，空间都被腐蚀的扭曲不堪。林苍兰催动全身灵力，凝聚出清明宗的护宗大阵，可大阵在冤魂洪流的冲击下瞬间破碎。林苍兰喷出一大口鲜血，身形踉跄着后退，气息瞬间萎靡。苏清渊纵身跃起，手中短剑化作一道青色剑光，斩向冤魂洪流。可他的元婴之力在渡劫期邪修面前如同蝼蚁撼树，剑光瞬间被洪流吞噬，他也被震得倒飞出去，嘴角流出血迹。清渊，我目眦欲裂，体内无望剑意瞬间爆发，无望仙剑从体内飞出，悬浮在我头顶，银白的剑光暴涨，照亮了漆黑的天空。我踏剑而起，周身剑意汇聚成一柄万丈高的剑影，剑影之上古老的符文闪烁，那是无望剑神当年留下的镇邪符文。无望剑路第5式，剑阵幽冥。我大喝一声，手持无望仙剑，朝着墨渊狠狠斩下，万丈剑影紧随其后，带着毁天灭地的锋芒，直逼墨渊而去。区区化神修士也敢在本座面前放肆？墨渊冷笑一声，抬手拍出一掌，漆黑的掌印与剑影狠狠相撞，剧烈的爆炸声震得整个修仙界都摇摇欲坠，天地间的灵气疯狂紊乱，连日月都被遮蔽。剑影与掌印僵持片刻，便开始缓缓碎裂。墨渊的力量远比我想象的还要恐怖。噗！我猛地喷出一口鲜血，身形踉跄着后退，体内剑意剧烈动荡，剑骨都传来阵阵刺痛。贺兰冰及时上前，将一道冰蓝色灵力注入我体内，沉声道：叶灵，墨渊的力量太过强大，仅凭你一人无法击败他。我与林苍兰牵制他，以趁机催动无望剑神的传承之力，解锁剑路最终式，唯有剑神之力才能彻底封印他。好，我点了点头，不再犹豫，盘膝坐在半空中，闭上双眼，全力催动脑海中的无望剑路。无望仙剑悬浮在我头顶，不断释放出银白的光芒。残剑渊深处的裂隙中，剑神的残魂气息缓缓浮现，与我体内的剑意、仙剑之力交织在一起。苏清渊和贺兰冰、林苍兰一同出手，3道剑光交织成网，死死牵制着墨渊，哪怕浑身是伤，也从未后退一步。墨渊被牵制的怒火中烧，他猛地爆发全部力量，震退3人，朝着我扑来。先杀了你这小杂碎，再收拾他们。亿万冤魂缠绕在他周身，化作一柄漆黑的魂刃，直逼我而来。就在魂刃即将击中我的瞬间，无望剑路突然爆发出耀眼的金光，剑路的最后一页缓缓翻开，无数道剑神符文涌入我的体内。无望剑路最终式，剑破鸿蒙的运转路线瞬间烙印在我的脑海中。无望剑路第6式，剑破鸿蒙。我猛地睁开双眼，眼中金光暴涨，体内的剑骨、剑意、仙剑之力与剑神残魂的力量彻底融合，周身散发出的气息瞬间突破化神，飙升至渡劫初期。无望仙剑化作一道银白的流光，与我融为一体。我抬手之间，天地间的灵气、剑意，甚至日月星辰之力都被我汇聚于掌心，一柄凝聚了天地万物之力的仙剑在我手中缓缓成型。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突破渡劫期？怎么可能解锁剑神的最终式？墨渊眼中满是难以置信，脸上第一次露出了恐惧。邪不压正，剑神传承，岂容你亵渎！我大喝一声，手持鸿蒙仙剑，朝着墨渊狠狠斩下。这一剑没有惊天动地的轰鸣，却蕴含着鸿蒙初开的剑意，所过之处，漆黑的黑暗气息被瞬间净化，亿万冤魂在剑意的照耀下，化作金色的光点，消散在空气中。墨渊的魂刃在这一剑面前如同纸糊一般，瞬间碎裂。墨渊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他的身体被鸿蒙剑意穿透，体内的邪力
瞬间被净化，千年修为毁于一旦。可他依旧不死心，拼尽最后一丝力气，想要引爆万魂窟的核心，与整个修仙界同归于尽。本座得不到的，谁也别想得到。我眼神一凝，抬手一挥，鸿蒙剑意化作一道屏障，将万魂窟的核心包裹其中，同时催动无望仙剑，将墨渊的神魂彻底斩灭。随后我手持仙剑，飞到残剑渊裂隙上空，将体内全部的剑意与剑神之力注入裂隙之中，那些扩大的裂痕开始一点点愈合，封印墨渊的力量也在一点点恢复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浑身一软，踉跄着跌坐在半空中，体内的灵力与剑意几乎耗尽。苏清渊快步飞来，扶住我的胳膊，眼中满是担忧与欣喜。师兄，你成功了，墨渊被打败了，修仙界安全了。如今危机解除，我也该继续探寻无望剑神的传承，冲击更高的境界了。接下来的5年，我便历修仙界的名山大川，寻找剑神留下的遗迹，打磨自己的剑意。苏清渊始终陪伴在我身边，我们一同修炼，一同成长。他的修为也突破至化神后期，成为我最坚实的后盾。在剑神遗迹中，我找到了剑神留下的感悟，终于领悟了剑心通明的真谛，体内的剑意愈发纯粹，修为也一路飙升至渡劫后期巅峰，只差一步便可飞升成仙。飞升之日，天降异象，七彩霞光笼罩整个修仙界，天地间的灵气疯狂汇聚，无数修士纷纷抬头仰望天空，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。苏清渊站在我身边，眼中满是不舍，却依旧笑着说道：“师兄，恭喜你，终于可以飞升成仙了。我会在这里守护好修仙界，等你回来。”我握住他的手，眼中满是温柔。等我在仙界站稳脚跟，定会回来接你，我们再也不分开。贺兰冰也走上前来，递给我一枚玉符，这是云岚留下的仙界坐标，或许能帮你在仙界少走弯路。记住，无论身处何方，都不要忘记初心，不要辜负无望剑神的传承。我躬身道谢，随后转身，手持无望仙剑，踏空而起，体内的渡劫之力彻底爆发，天空中出现一道巨大的天门，天门之内仙气缭绕，隐隐能看到仙界的琼楼玉宇。墨渊被灭后，修仙界的灵气愈发浓郁，我的飞升之路没有丝毫阻碍。就在我踏入天门的那一刻，无望仙剑突然爆发出耀眼的光芒，剑神的残魂从仙剑中浮现，对着我点了点头。叶灵，你已领悟剑心，继承了我的传承，从今往后你便是新的无望剑神，守护仙界与凡界的安宁。话音落下，剑神残魂化作一道金光，融入我的体内，我的修为瞬间突破至仙人初期，周身仙气缭绕，剑意也变得愈发飘渺而强大。我回头望去，凡界的山川河流尽收眼底，苏清渊、贺兰冰、林苍兰，还有那些守护修仙界的修士，都在下方挥手送别。我心中默念：清渊，等着我，我一定会回来接你。修仙界、凡界，我都会守护到底。随后我转身踏入天门，天门缓缓闭合，七彩霞光渐渐散去，只留下凡界修士的敬仰与期盼。天门之内是浩瀚无垠的仙界，琼楼玉宇，仙气缭绕，仙鹤齐鸣，灵泉潺潺，无数仙人往来其间，气息强横无比。我手持无望仙剑，踏在仙界的云巅之上，心中充满了坚定。从今往后，我便是无望剑神，执掌无望剑意，守护两界安宁。